10分钟后，孙萌萌带着2枚护身符，欢天喜地地走出无量殿。萧初然此时还在殿外愣神，一直到孙萌萌来到跟前，都还没有发现。孙萌萌凑近萧初然，故意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萧总，您想什么呢？”萧初然回过神来，慌乱地说：“哦，没什么，你完事了。”完事了。孙萌萌开心地点点头，晃了晃手中的护身符，说：“已经求到了，咱俩赶紧回去吧，我凑你的车好不好？”“好啊。”萧初然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只是人依旧有些心不在焉。此刻的他，内心满是震惊、不解与痛苦，只想抓紧时间回公司，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静一静。2人开车回公司的路上，萧初然也总是分神，几次都幸亏有身边的孙萌萌提醒，否则一路不知要搞出几起剐蹭事故。有惊无险地回到公司，萧初然直奔自己办公室。行政过来问他：“萧总，咱们今天几点开会？”萧初然摆摆手，面带忧愁地说：“今天的会议你组织大家进行吧，我就不参加了。另外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有事你们拿主意，拿不了主意的先等等吧，先别来打扰我。”行政看出他心情很差，于是便赶紧说道：“那萧总您先回办公室一个人待会儿，我一会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大家办公声音都小一点，有什么事您随时微信跟我联系。”萧初然点点头，行政小丫头也确实有眼力见，于是便说：“辛苦你了。”接着便赶紧一个人回了办公室，并且将门反锁。反锁房门的那一刻，萧初然眼泪瞬间决堤，那一双闪亮动人的眼眸，如连着一串晶莹剔透的水晶项链，一滴滴豆大的眼泪连成了线。萧初然心中只觉得剧痛无比，仿佛心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用力挤压，疼得整个胸腔都生理性疼痛和抽搐。他感觉浑身力气都已经被抽空，双腿软绵，身体便依靠着房门缓缓滑坐在了地上，哭到不能自已。萧初然想起以前叶晨曾经跟自己开过的玩笑，叶晨曾经问过自己，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发现他一直在欺骗自己，其实他是一个超级富豪，自己会怎么办？当时自己的回答是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。那个时候只觉得叶晨是在跟自己开玩笑，却没想到原来他问这番话的时候看似玩笑，其实却是发自内心。其实自己不愿离开他，这些年有他在身边，自己真正体会到了被呵护的感觉，甚至自己也曾经一度动摇，是不是就听了妈妈的话，早些跟叶晨要个孩子，成为3口甚至4口之家。可是事到如今，自己要面对的不只是叶晨的欺骗，还有叶晨那个杀害他父母的仇人，以及叶晨舍身忘我的复仇之路。自己除了离开他，又能怎么办呢？虽然爱他，但也不能拖他的后腿，更何况这事关生死，无论如何，自己也要为叶晨让开前路，让他无任何后顾之忧。可是将来呢？如果离开了叶晨，这辈子还有机会见面吗？想到这，他泪眼婆娑地哽咽道：“叶晨，将来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也不要紧，可你一定要活下来啊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完成你的复仇，以你叶家少爷的身份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不起眼的萧家女儿都不重要。你在萧家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以及遭受过的歧视和委屈实在太多。如果你以后都不想再见到我，我也可以接受，只是请你务必活下来。”萧初然在公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都没有出门，这中间他没吃没喝，只是一个人坐在办公椅上，回想着自己与叶晨从相识到结婚，再到现在的种种过往，中间也不知道哭了几次，眼睛已经哭得有些红肿。傍晚时分，公司员工都已经下班了，孙萌萌在门外敲了敲萧初然办公室的房门，小声地问：“萧董，您还不下班吗？”萧初然说：“我一会再走，你先下班吧。外面还有其他同事吗？”孙萌萌说：“没了，就还有我自己。”萧初然松了口气，说：“
行，你先走吧，萌萌，我一会就回。好的，肖董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孙萌萌打过招呼，便转身离开公司。肖初然又等了10分钟，想着公司里的人应该都走完了，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办公室里走出来。看着宽敞整洁的办公区域，他心里也十分不舍。离开叶晨，隐姓埋名，就等于暂时从这个世界消失。到时候自己的设计公司就要关门歇业了，很多项目还没做完，未来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自己得抓紧时间赶进度。虽说不太可能把所有的项目都赶着完工，但最起码能结束一些是一些。实在完工不了的项目，自己走之前也要安排好才退还项目款，支付违约金。大面积的支付违约金，有可能会让自己公司这段时间赚的钱全部都赔进去。不过在肖初然看来，钱不钱的都已经无所谓了。他独自一人开车回到汤臣一品，再次回到这栋价值将近2亿的豪宅。他心里百感交集，院中停放着的是父亲肖长坤平时代步的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。以前总觉得无论是豪宅还是豪车，都是叶晨给人家看风水挣来的，现在再看看才明白，原来这其中一直隐藏着自己根本不知道的隐情。他唏嘘着把车停好，像丢了魂一样打开门进到家里。肖长坤和马兰此时正在沙发上坐着，电视机虽然在播放，但2人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电视屏幕上，而是各自拿着手机，热切地讨论着马尔代夫的话题。见肖初然回来，马兰立刻兴奋地说：初然，我看他们对马尔代夫都喜欢搞浮潜，我准备明天让你爸带着我也去买一套浮潜装备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肖初然摇摇头说：你们俩去吧，我对浮潜不感兴趣。这次去马尔代夫一共也没几天时间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休息，放空一下。马兰笑嘻嘻地说：你和好女婿平时工作这么忙，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到风景优美的热带度假，确实应该好好放松放松。不过我跟你爸就不一样，我俩天天都没什么正事儿，一身的牛劲都不知道往哪里使。去马尔代夫这几天，我一定要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。除了浮潜之外，我还打算去追海豚，搞海钓。他们说有经验的船长能找到不释鲸的鲸群，到时候也都去看一看。肖初然点点头，没往2人跟前去，只是有些颓废地说：爸妈，你们俩慢慢研究吧，我有点累，先上去休息了。马兰也没当回事，有些遗憾地对肖长坤说：这次行程选的岛确实是整个马尔代夫最好的，可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次没有私人飞机可以坐了。肖初然正迈步走着楼梯，听到妈妈这句感慨，心里忽然有些烦闷。妈妈永远都是这样，虚荣心强的让人害怕，而且有的时候也确实胆大妄为。叶晨上百亿的银行卡，他都敢把余额转走，真想冲到他面前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敢的。而且他就没有想过，这么做会让自己这个女儿难堪吗？